你除了拿钱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是在他伤痛的时候安慰他，还是他在公司失败的时候给他一定业务的知识，还是在家里做了饭、洗了衣、带了孩子？你做了什么？我给他买衣服，给他买香薰。谁的钱？谁的钱？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？视频中这个女人名叫小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导致涂磊老师在现场勃然大怒呢？就是他的信用卡、副卡都是我在用。一个月刷多少钱呀？我没算过。一个月还多少信用？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吧，一个月也就1万多2万元。那现在刷多少？现在自己说吧。也就4、5万吧。这个要是我也不愿意分手啊。不是呀，我又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。前一天下午刚还完信用卡。多少钱啊？5万多块钱，不到2礼拜。就是我挣的赶不上花的。小王和女友小呢是1年前在飞机上相识的，那时候的小王才刚结束上一段糟心的婚姻，恰好此时他遇到单纯可爱的小呢，没过多久两人就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但渐渐的小王发现女友同前妻一样，都是花钱不眨眼的拜金女，为了不让自己再次被折磨，他决定和小娜分手。但小娜并不想放弃这个免费的提款机，因此便求助到节目组的帮助。那小王最后是否会和小娜重归于好呢？刚一上台，小王就态度强烈地控诉着女友小娜的过分行为。我说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？我挣钱真的不容易，跟我生活的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家庭。我有我的前妻，我有我的孩子，我有我下边所有的员工100多人跟着我生活，跟着我吃饭。我倒了，他们都得倒。你以为找个工作容易吗？上辈子我欠你的呀！一上场，小王就控制不住情绪，向女友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他原以为和前妻分开就会结束噩梦，但没想到自己只是从上个火坑掉到下个火坑。想到女友先前的所作所为，小王就再也忍不住眼泪。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小娜到底做了什么，竟使他堂堂一个7尺男儿被虐成这样呢？在主持人安抚好小王的情绪后，他便说起了和女友交往1年来的辛酸过往。我们俩之间的问题吧，是存在于我跟我前妻之间的问题很多。我认为他跟我前妻是一类人啊。我跟我前妻的问题呢，是发生在点点滴滴中的小事儿啊，比如吃饭，你说你要吃什么，你做主。我带他去一个地方，他告诉我我不想吃了，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还是不想吃。我问他吃什么，他告诉我不知道，就是跟你较板较劲，完全就是不顾及你的感受。那都是你跟你前妻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说这不吃那不吃的。我还没说你呢啊，我是说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跟他一样？你别跟我矫情，行不行？咱们今天是在栏目上，能不能别这样？在小王的内心里，他虽然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但也很渴望再次拥有美好的爱情。起初他以为小娜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，正当小王庆幸上天待他不薄的时候，却发现女友的身上竟有着前妻同样的影子。但女友小娜听到这却气愤地同小王争辩起来，她表示自己又不是前妻的附属品，凭什么把他们2个人放一起比较。听到这，小王都差点被气得笑了出来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但小娜却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其实小王这样说也并非栽赃，而是因为小娜和前妻身上的臭德性是一模一样。为了避免2人矛盾再次升级，主持人见状急忙打起了圆场。小王，我接着问你，你现在要跟他分手对不对？对。你不同意跟他分手是吗？对，我觉得之前我们在一起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而且我也还是已经习惯了有他存在，还是舍不得吧。舍不得他什么？虽然有时候嬉皮笑脸的吧，但是也有很温柔很贴心，然后也会经常逗我开心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在小片里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是不是因为我把他的这个生意什么弄黄了？你们在经济上有很多往来吗？不算吧，我也没怎么花他钱呢，我又不是拜金女，那我1个月就买一个包，买一件衣服，不是很正常？买什么包，买什么衣服？告诉我多少钱吧。8、9千。衣服多少钱呀？也就5、6千呗。听到小娜的花销，众人都忍不住发出感叹。就普通家庭来说，她这样花钱可不是一笔小数。但小娜不仅不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好，反而觉得她已经过得够可怜了。可就算这样，男友还是对她各种看不惯，而且现在还莫名其妙要跟自己分手。不得不说，小娜这装傻充愣的本事真是一流。那除此之外，她还做了什么让小王受不了的事呢？就是他的信用卡、副卡都是我在用。一个月刷多少钱呀？我没算过。一个月还多少信用？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吧，一个月也就1万多2万元。那现在刷多少？现在自己说吧。也就4、5万吧。这个要是我也不愿意分手啊。不是呀，我又不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。小王坦言，
其实，在小娜还未和自己在一起时，他只是个普通工薪的上班族，1个月的工资连万都没有。但自从和他确定恋爱关系后，花钱都上了一层楼。一开始，小娜的花销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，因为她每个月挣的也不少。但渐渐的，小娜越来越不知道节制，拿着自己的卡去外面乱花，只要卡不刷爆，她就不会回家。为了不让大家误会她是个拜金女，小娜急忙替自己解释起来。她表示自己和男友在一起是因为爱情，绝对不是因为金钱。但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，好像只是为了钱。说到这，主持人也忍不住问了小娜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小王到底是干什么样的工作，才促使他1个月花费如此之多呢？就是他不是开影视公司的嘛，然后我不是做平面嘛，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懂一些，而且当时他也是支持我的，前期工作都是他在做，然后基本上都筹备好了，我就是一老板。如果有公司说，哎，你这儿介绍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分下面的人去干。换而言之，就是你跟他交往之后，你还给了他一家公司呗？是。我给他公司的当时的时候，您知道什么样的吗？我说你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，你不知道。可是当时你是支持我的，你不知道一个做如果你不经纪公司的一个规格或者一个模式，还有人员等等配备的条件。刚开始开公司赔钱很正常嘛。公司从一开始磨了我半个月，我说行，我说你试着去做一下吧。紧接着我把我最老的公司的一批的中流砥柱1/3分给他，然后招募了一些新的员工。紧接着没有半个月的之后，有一个朋友啊，我介绍给他的业务，给我打电话，我约了一下你朋友那公司，我让他4点半就把那个演员资料等发过来，因为我明天是直接就拍，很赶。然后我很着急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我电话关机了。没电了吗？不是关机。您猜他去哪儿了？跟夜场玩去了。三里屯给逮着了。想起自己为女友的付出，小王都觉得心寒。他总以为自己的妥协能换来女友的体谅，但每一次都让他感到很失望。对于女友这种不拿自己钱当钱的举动，小王可谓是一忍再忍。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女友怎么就能如此理所应当呢？而且既然公司是小娜强行要过去管理的，那就要对底下的员工负责。人出来挣钱都不容易，如果因为他整日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对业务不上心，可能会导致别人一个家庭都吃不上饭。但女友小娜却对此不以为然。我也不是就会花他钱，就会耍脾气。我其实对他也挺好的，就他那会儿生病，我这人特爱睡觉。以前如果没片拍，我就睡15个小时。那会儿他生病那么早，我那么爱睡觉，然后我还去给他送饭去，我对他也挺好的。没了。亏得小娜好意思说出自己的付出，照顾生病的爱人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，怎么到他这里就感觉付出了多大贡献一样？不过就这样一个又懒又馋还会花钱的人来说，小王早分手早解脱的心理是对的，因为这完全就是一花钱精啊。但小娜却认为男友跟她分手是莫名其妙，因为自己根本没做啥过分的事啊。我就莫名其妙呀，好好的还送我回家呢，前天晚上，第二天打电话就打死不接，就是不接。我说怎么着，说句话呀，人也找不见，就是不接。能接吗？前天下午刚还完信用卡，多少钱？5万多块钱，不到2礼拜。就是我挣的赶不上花的。那你直接跟他说嘛，你说你钱花的太多了嘛。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了不是1遍2遍。其实对于女友花钱不节制，小王是一直都在忍耐，但直到这次半个月刷爆卡的举动使他彻底爆发。就按照他这么花钱，自己即便是有金山银山都撑不住他这么造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小王为何还会把自己的卡交给女友呢？交卡这个开头吧很简单，他告诉我他朋友有事儿有急用，说家里面有病人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当时开会特别忙，他打电话也催得很急，就在会议室门口。那我直接就把副卡给他了。我也没想那么多，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再要回来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要回来呀？我真，您能要吗？我说你一句话，你别不爱听啊。您说。你那土大款都这样。这臭面子，这有什么面子的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还人卡呀？这可跟钱有关系了。那我就说，是他说，你把卡给我吧。人现在问你要卡了，去台底下拿卡还给他，叭拽他脸上，谁要你臭钱呀？他又不是就这一张在我这儿，那就把那些都拿来拽他脸上，叭拽了。我不是为了图你的钱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只要他说出我哪儿不对，我哪儿做的不好，我承认了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，别提钱这个事儿，钱烦不烦了？我说的你的不对的地方还少吗？对于小娜的行为，主持人都忍不住想说一句无耻了。感情小王的卡都是他一张张骗过来的，不过小王也是活该，女友都快把他的家当花没了，这边还不好意思要呢。但别说小娜这个姑娘的脸皮确实够厚，
即便主持人帮忙让她把卡全部还给男友，小娜都死活不给，甚至还搬出了一些牵强的理由。对于这种人，小王也实在是无计可施，眼看来硬的不行，他只好向小娜继续打起了感情牌。克制点，我挣钱不容易，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，咱们公司明年就要扩大经营，需要很大的资金链。作为一个公司，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资金链，肯定是运作不下去的。我还跟他说，咱们将要借多少钱来去把公司扩大。他说啊，我知道，那不是明年的事儿吗？跟今年有啥关系啊？你过完今年不过明年了。对于女友的一套理论，小王常常被气得说不出话。他是一个从零开始做到现在的人，其中的辛酸没有人能够体会。可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女友，对方始终都油盐不进，甚至还觉得自己嫌他花钱花得太多。对此，小王常常是有苦难言。他不理解我啊，他真的不理解我。我那是自小离异的一个人，我父母呢，在我8岁的时候离异了，我跟着一个奶奶。10岁的时候，我呢就开始卖报纸为生了。然后呢，我成熟的也比较早，经历的也比较多。您也许会怀疑我20多岁会有一些事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历太多了，我干过保险，做过汽车售后，等等等等。我跟他讲过，我说我是穷怕了来的北京，一个朋友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两眼摸黑下了北京站。2006年7月15号3点45分，铭记的这一刻下的北京东站，4点多看的升国旗。我立志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一片天。我跟他讲过，我说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？我挣钱真的不容易，跟我生活的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家庭。我有我的前妻，我有我的孩子，我有我下边所有的员工100多人跟着我生活，跟着我吃饭。我倒了，他们都得倒。你以为找个工作容易吗？上辈子我欠你的呀。说起自己从小到大的坎坷经历，小王都难掩脸上的眼泪。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的他，不知道忍受过多少白眼和嘲笑，但也正是因此，他比同龄人都成熟得早。长大后更是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，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一路磕磕碰碰的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所以他不能再倒下去，因为现在的他不只是为了奶奶，还有前妻和孩子以及公司的所有员工，大家都需要生活和吃饭，找份合适的工作挣点钱真的太难。或许是自己吃过的苦太多，他不忍心再看到员工在遭受自己曾经的一切，那个中滋味真的太不好受了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一旁的小娜听到这些，不仅没有感到心疼，反而还怪起了男友。可是这习惯也是你养成的呀，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真的扛不住了，我真的心力交瘁。理解吗？刚才那段话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说我哎呀，我天天就知道花你的钱。我之前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自己养活我自己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我也能买得起一个名牌包。你们过往我不深究，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姑娘，现在他已经说了他创业非常不容易，那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花钱不要花得那么冲？可以啊，够点呛我看。你都没给我机会，你就说我做不到。他根本就没有理解到我内心当中的感受。我呢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人，现在呢我呢又跟老婆离婚了，前妻，偶尔会想想孩子，我想去看看孩子。他不让你看。我一去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，因为有一回我告诉他，跟我吵了3天，打电话不接，告诉你还想着你前妻是不是？我说我跟他已经完事儿了，离婚了，你干啥呀？他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有孩子牵扯，你跟你前妻这一辈子都完事儿不了。听到小娜的一番话，众人都感到愤懑。亏得小王对他这么好，他却如此不知道感恩，现在更是连他和前妻的儿子都容不下。而小王说到，这也表示对儿子很愧疚。当初离婚时，前妻说什么都要把儿子留到身边，不肯把他交给自己抚养，所以离婚后，小王发了疯似的想要弥补对儿子的亏欠，但女友小娜却完全都不理解他，甚至还因为此事没完没了的与小王争吵。我以后再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。我把我给我儿子买的小孩衣服藏到我公司办公桌底下。有一天他去我办公室了，我说让他待一会儿，我那开个会，紧接着看小孩衣服，大发雷霆，扭头就走。那他是藏起来，你放在明桌上，你放在桌子上，没准我就不发脾气了。我特别好奇啊，如果他一定分手，你分还是不分？不分，除非他不在乎我，不喜欢我，那我不会死缠烂打。如果说他不在乎，那你来干嘛？是我求你了。如果你铁了心就要分手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我先告诉你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不想跟你好了，就想跟你说拜拜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他铁了心你就走吗，姑娘？不是你这人怎么就不记得咱们俩好的时候了？想到这1年来和女友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小王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和他继续相处下去，因为就这样一个拜金女加蛇蝎毒妇，继续留在身边也是祸害。所以今天之所以会答应来到节目组，
也是希望彻底和女友说清楚，从此之后他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彼此再无纠葛。可一旁的小娜听到这却慌了，她今天可是来挽回男友的呀。见状，主持人求助到了场下的几位嘉宾老师，那他们对于两个人的事情又有着怎样的高见呢？马丁老师，你条件这么好，跟小王分了吧？马宁老师给你介绍一个，你的男朋友撺掇着别人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觉得这还有意思吗？可是他以前对我不这样啊。他现在就这样了呀。我相信你是有爱情的，有感情在里，但是这个感情已经耗尽了。不管你是怎么耗尽的他，你已经把它耗尽了。之前就好好的，一直没耗尽，突然一下就耗尽了吗？不等马丁老师先开口，男友小王就急忙想要把小娜给推出去。如今对他来说，只希望和小娜趁早分开。一段爱情能走到现在，也真是悲哀。但小娜却认为是男友太意气用事，两人以前是那么要好，现在说分开就要分开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殊不知，这是小王积压已久的情绪爆发呀。对此，涂磊老师也说出了自己的不满。那我问你，我这样问你，你跟他相处这么些日子以来，你给他带来了什么？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除了拿钱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是在他伤痛的时候安慰他，还是他在公司失败的时候给他一定业务的支持，还是在家里做了饭、洗了衣、带了孩子？你做了什么？我给他买衣服，给他买香薰。谁的钱？谁的钱？原本涂磊老师对小娜还是好言相劝，可奈何小娜太过厚颜无耻，时至今日还觉得自己花男友钱理所应当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过错。于是，在被涂磊老师气愤地对了一顿之后，就陷入到了沉默中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劝说起小王，作为一个男人单打独斗打拼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，也能够理解他对小娜的一些没有原则。但事情到现在，想必他也看得很清楚，这样的女人很不适合留在身边的。所以无论待会小娜如何的声泪俱下，他都一定不要心软，且坚守自己的底线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最后小王又会如何选择呢？祝你幸福，找一个比我好的男人。谢谢老师。最后的结局在众人意料之中，不过看着小王如此干净利落的离开，大家还是很惋惜这段感情的。不难看出两人都是有过真情实意的，只不过是小娜亲手毁了这一切。希望小王的离开能让他学会成长。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